大家好，我是楊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從而呢，在考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那我們現在呢，正在學習的是聽力的第一部分。我們會看到呢，有 A、B、C、D 4個選項，然後我們會聽到15段話。那沒有問題，我們在聽到短文的內容之後，馬上要去判斷 A、B、C、D 裡邊哪一個句子是正確的。那在前邊呢，我們向大家介紹了做這種題目的一般的方法，而且我們也向大家介紹了，在這15段話中，有可能有一種文章叫做幽默故事。那麼我们向大家介紹了幽默故事的特點，而且也介紹了一些做題的方法。那現在呢，我們要學習的是第二種文章，那就是議論文。議論文呢，它其實指的就是表達一種觀點的文章。那因為聽力的第一部分文章並不是特別長，大概是有5到8句或者是10句這樣的篇幅，並不是非常長所以呢，它也是可以去表達一個自己的觀點。但是這個觀點呢，並沒有非常深入的去說，只是簡單的說了一下自己的觀點。那麼我們在做這類題目的時候，我們在聽到這樣的文章的時候，到底應該怎麼去做呢？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那首先呢，在我們看到 A、B、C、D 的時候，就應該能夠猜出來這篇文章是議論文。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這個是第7題。我們看 A 是不能以貌取人 ，B 夫妻應該互相體諒 ，C 戀愛中的人很挑剔 ，D 戀人間會有光環效應。那我們看到 A、B、C、D 的時候，其實就應該已經可以猜出來，這篇文章一定是議論文。那文章裡邊一定是表達了一種觀點。那至於這個觀點到底是 A、B、C、D 裡的哪一個，那我們就要去聽一聽才能夠判斷出來。那可能有同學就說了，老師，我覺得這裡邊 A、B、C、D 裡邊有一些詞特別難，我其實在看的時候並沒有看懂。那我在這裡呢，要跟大家說一下。首先第一個 A 不能以貌取人。那麼以貌取人，它是一個在漢語裡邊比較常用的成語貌呢是外貌樣子的意思，以貌取人就是根據別人的外貌，根據別人的樣子去判斷別人這個是以貌取人的這樣的一個成語。那這個以貌取人呢，它是一個不太好的意思就比如說，你可能在路上看到別人長得漂亮，你就覺得這個人一定很好。那別人長得沒有那麼漂亮，你就覺得這個人不好。那這個就是以貌取人的一種表現，所以這個是不對的。那麼不能以貌取人，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的文章的觀點呢？要去聽一下才能知道。那麼但是大家呢，也不要特別擔心，像以貌取人这樣的成語，因為有一點點難，所以呢，如果文章裡面要表達這樣的觀點，一般來說你會聽到外貌這樣的詞，相貌這樣的詞，或者是你甚至可能會聽到以貌取人這個詞所以如果這個詞彙特別難的話，你是有可能在文章裡面聽到的。那再比如說，我们來看第4個 D， 戀人間會有光環效應。那麼很多同學說，老師，我好像能夠讀懂，但是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是什麼意思。那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光環效應那光環效應這個詞也是比較難的，但是如果文章裡邊有這個詞彙的話是這個意思的話，是這個觀點的話呢，那麼你一定會聽到類似的詞彙。比如說你可能會聽到光環這個詞。所以呢，大家不用特別擔心，如果在 A、B、C、D 裡面出現了特別難的詞彙，
一般来說，如果答案是的话，那你会在文章裡边听到差不多一樣的詞彙，這一點請大家不用特別擔心。那我們來看 B， 夫妻應該互相體諒。那體諒這個詞作為一個 HSK 6級的學生，你是必須要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記得馬上去查詞典，一定要查一下是什麼意思。那包括戀愛中的人很挑剔，挑剔這個詞也是 HSK 6級必須要知道的詞。那如果你還不知道，一定要下去認真的學習一下。那 ABCD 我們看完了以後，我們已經可以判斷出來，這篇文章一定是議論文，它一定是表達了一種觀點。那我們要聽的是它表達的是哪一個觀點。那我們在听的時候要注意5到10句話的篇幅那我們要注意的是抓住最主要的觀點抓住最主要的觀點，就是5到10句話裡邊有一些話其實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麼最主要的觀點是最重要的。當然了，有可能沒有完全的直接的句子，可能是需要你根据文章的内容来总結一下。那麼這樣的題目可能会有一點點難。那現在呢，我們來試一試這個題目，看看大家能不能做出來。好，我們來聽一下第7題，看一看觀點到底是什麼。7，當人們對某個人有好感後，就會很難感覺到他的缺點，就像有一種光環在圍繞着他。這種心理就是光環效應。人們常說的情人眼裡出西施，就是光環效應的一種表現。好，那麼我相信同學們在聽文章的时候，其實已經聽到了答案。雖然沒有完完全全一樣的句子，但是有完完全全一樣的詞彙那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光環效應。所以呢，這個文章答案應該要選擇 D， 戀人間會有光環效應。那麼可能會有很多同學說，老師，我沒有聽到戀人這個詞。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最開始的時候，當人們對某個人有好感後，那麼有好感它其實就是喜歡的意思。還有我們可以聽到這個情人眼裡出西施，那可能情人眼裡出西施後邊這個句子你不太明白，但是你聽到了情人，情人就是情侶、戀人、愛人的意思。那麼實際上有好感和情人它都代表了戀人的意思。所以呢，這個裡邊可能對於大家來說就是有一點點困難的，因為它會有一些特別的詞會告訴你信息那麼我們同學們在聽的時候就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非常難，因為我們完完全全聽到了一樣的詞彙，那就是光環效應光環效應。所以呢，我在這裡提醒大家，如果在 ABCD 裡邊你看到了成語，或者是你看到了非常難的，看上去非常專業的詞彙，那你一般來說可能在文章裡面是會聽到的。那如果沒有聽到，一般答案是不對的所以這樣特別難的詞彙，如果你看到了，你不要覺得這個題目我不能做，因為我看不懂 ABCD。其實答案還是非常容易的。好，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我們可以看到，當人們對某個人有好感後，就很難感覺到他的缺點，就像有一種光環在圍繞着他。這種心理就是光環效應。人們常說的情人眼裡出西施，就是光環效應的一種表現。所以如果你喜歡一個人，那你会覺得這個人的周圍有一種光環有一種光環，有一種光，那麼你會覺得他沒有缺點，他是完美的。這樣呢，這樣的情況我們就叫它光環效應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學習一下這個名詞的意思。好，那至於這裡情人眼裡出西施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那我請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在這裡呢我們就不解釋了，因為這個句子其實
對大家來說並不重要，它不影響我們的理解，我們在這裡就不做解釋了。好，我們現在繼續看一下我們的議論文啊。那我們可能很多我们的听力的第一部分裡邊，或者是說我們的閱讀啊，或者是別的文章裡面，或者我們的5級裡邊，老師都已經跟大家提過了。如果中國人要寫文章來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那麼很有可能他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會告訴你我的觀點是什麼。所以呢，在很多情況下，你看到 ABCD 以後，你發現這篇文章應該是議論文，那麼一般來說第一句你肯定是要非常注意去聽的，所以很多時候答案是在第一句的。那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這個，首先要看 ABCD， 因為我們在前邊跟大家說過，在听力的時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一個方法，那就是先看 ABCD 再來聽啊，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們看 A 要三思而後行啊，那三思而後行是一個比較難的句子。那這個句子其實是中國的孔子曾經說過的話，他說呢，在你做，在你行啊以前，應該要三思。三思的意思是多多考慮，考慮很多次，然後你再去做啊。這個意思就是你做事情之前要冷靜的考慮，要謹慎一點啊，不要衝動。那麼 B 可以表達不同觀點，這個比較簡單。C 不要輕易表露自己的觀點，不要隨隨便便的就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D 觀點相同能讓人關係親密啊，如果你和朋友或你和別人的觀點是一樣的，那會讓你和他的關係更親密更好。那我們看到 ABCD 之後，當然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這是一個議論文的題目。那我們會聽到一篇文章說的是一個人的觀點，那麼到底觀點是什麼？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文章是表達一種觀點的話，那麼我們一定要注意文章的第一句。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6. 表達不同觀點會妨礙人際關係嗎？不一定，相反，大膽說出真實的想法，還可能改進人際關係。研究表明，放棄那些沒有必要的掂量，直抒胸臆，反而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更加親密。好，那麼同學們，你們覺得在聽了這個文章以後，你們覺得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呢？有沒有注意去聽第一句？好，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他說呢，表達不同觀點會妨礙人際關係嗎？不一定。那麼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B， 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當然了，在這裡他在表達這個觀點的時候沒有直接說，他用的是一種非常委婉的說法，他換了一種方式。會嗎？不一定。所以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B。當然後邊的句子其實也是表達了一樣的一樣的觀點，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不同觀點告訴別人，你沒有必要考慮太多。當然了，你在這篇文章裡面，在後邊聽到了一些成語和一個比較難的詞，比如說你聽到了掂量，你聽到了直抒胸臆，這樣的詞彙呢，它其實是比較難的，可能有的同學沒有學過，或者是聽到的時候根本沒有聽懂是什麼意思。但是其實這個並不重要，你在第一句裡邊其實應該可以找到答案了所以呢，這篇文章答案應該要選擇 B， 而且呢，這個題目也並不是很難，大家就是需要去抓住最重要的內容就可以了。好，這是我們的第2個練習，然後我們現在繼續看一下，還是答案在第一句的一個練習，我們要注意去聽前邊的內容。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A， 要勇於承認錯誤如果你錯了，你要勇敢的去承認。B，
欣賞也是一種學習啊。如果別人非常優秀、非常棒、非常厲害，你要學會去欣賞他的好啊，別人的好你要去欣賞。那 C 風險讓人感到快樂，這個比較簡單。D 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麼 A、B、C、D 裡邊我們可以看到，也是一篇表達一種觀點的文章。那麼最重要的是，到底觀點是什麼呢？我們先來聽一下，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句說了什麼。好，我們聽一下第4題。4. 欣賞是一種真心實意的學習。生活裡每個人都有優點，每個人也都有弱點。學會欣賞，就是要時刻看到別人的優點，讓別人的優點也能成為自己的優點。久而久之，你自然就会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好，那麼我相信同學們如果認真的聽了第一句，當然答案能夠選擇出來。那麼答案就是選擇 B， 欣賞也是一種學習。他說呢，欣賞也是一種真心實意的學習。那後邊說了，每個人都有優點，那每個人也有弱點。那如果你能夠看到別人的優点，學習別人的優点，那時間長了以後，久而久之，你也会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人啊。那這個應該要選擇 B。所以你要看到別人的優點，你要去欣賞別人的優點。好，那這個文章呢，因為答案在第一句，句子也比較直接，所以其實是比較簡單的。那我们来基本上這個我們就可以做對了。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另外一種就是中國人在寫這個表達觀點的文章的時候呢，除了會在第一句直接告訴你他的觀點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放在最後一句，他會先說一些什麼事情他會先說很多，然後最後說，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所以他會把觀點放在最後一句這個也是有可能的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是 A 回憶總是美好的， B 對未來要充滿信心， C 人不應沉迷於過去， D 要樹立遠大的理想。那麼 A、B、C、D 呢，我們都看到了，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這篇文章也是說了一種觀點。那麼到底觀點是什麼呢？他說的是回憶很美好呢，還是對未來要有信心呢？還是說人們不應該總是想着過去呢？還是說我們要有一個非常遠大的理想呢？那麼這個我們來聽一下就知道了。那大家這個時候要注意一下第一句，還有就是最後一句他在說什麼。好，我們來聽一下，這是第4題。4. 有些人總是活在過去的時光裡，他們為曾經的輝煌而傷神，為未盡的事業而悔恨。但是過去已經過去，無論我們用了多久來哀嘆，它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沉迷於過去，只會阻礙你前進的腳步。好，我們聽到最後一句話，他說沉迷於過去只會阻礙你前進的腳步。所以呢，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C， 人不應該沉迷於過去，因為如果你沉迷於過去，只會阻礙你的腳步。那前邊呢，他沒有直接說出觀點來，他說呀，有的人總是想着過去又後悔呀，又什麼遺憾但是呢，實際上如果你總是想着過去呢，會怎麼樣？那麼答案其實就在最後一句也就是說，他前邊不會直接告訴你他的觀點是什麼，他先會說一些別的話，就是說一些例子或者是說一些就是他怎麼開始這個話題那麼答案就在最後一句所以這種文章呢，在議論文裡邊也是比較常見的。他先說一些別的，然後最後得出這個結論那所以這個題目選擇 C。那這樣的文章也是比較多的，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這是答案在最後一句。好，
那然後呢，我們來介紹一下在議論文裡邊最常見的情況啊。那這個是在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啊。一般來說呢，會有4到8個題目啊，是議論文啊。議論文的數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大概到4到8個題目都是議論文。那麼在議論文裡邊啊，大部分的題目啊，文章的觀點啊，核心的內容實際上是在中間的啊，實際上是在中間的。那麼我們現在呢來做這個題目，大家來感受一下。A 要有同情心 ，B 擁抱能消除沮喪 ，C 擁抱能贏得尊重 ，D 要提高溝通能力。好，我們看到 A、B、C、D 以後，我們發現了 A、B、C、D 都是看法，所以我們知道文章一定是關於看法的。那麼我們看到了 B 和 C 都有擁抱這個詞彙，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測一下，有可能這篇文章是關於擁抱的。那擁抱是能消除沮喪呢，還是能贏得尊重呢？我們要去聽一下才能知道。那在這樣的文章當中呢，我們要注意一下，我們也可以去關心一下中間說了什麼。我们来試一試，可能答案就在中間。2. 心理學研究發現，經常被擁抱的兒童，心理素質要比缺乏擁抱的兒童好得多。擁抱可以消除沮喪，提高體內免疫系統的效率。家庭成員間的擁抱能增強彼此間的親密關係，大大減少家庭摩擦。好，我相信同學們已經聽到了完全一樣的句子。好。答案呢，應該要選擇 B， 擁抱能消除沮喪。但是這個句子沒有在第一句，也沒有在最後一句，而是在中間啊，在中間。那麼我們會發現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議論文有一種結構啊，大部分的議論文有一種結構，就是它首先會引起話題。他先說，研究發現經常被擁抱的兒童心理素質很好，然後給出一個觀點，擁抱可以消除沮喪。最後他說明這個觀點，或者是說引出了另外一個結論。他說，比如說家庭之間呀，要經常擁抱，怎麼樣。那麼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心理學研究發現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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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擁抱可以消除沮喪，提高什麼什麼什麼，然後最後他還說了別的話題啊。那麼在議論文裡邊，因為它的篇幅是5到8句話，所以可能前2句是一些引起話題的一些句子，那中間是會表達觀點，那最後會有一個結論，或者是說它會說明一下觀點啊，或者是告訴你人們應該怎麼做啊。那這種文章的結構在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是最常見的啊。那麼我們剛才說到的答案在第一句，或者是答案在最後一句有，但是總體來講是比較少的，最多的情況其實是這種答案在中間的。那麼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這個是我們的答案在中間啊。我們看到了啊，在這裡還有一個練習，也是答案在中間的。那麼我們會聽到一開始的時候先引出話題，那然後中間的時候會告訴你他的觀點是什麼，那最後的時候會告訴你我們應該怎麼做。那這樣的結構特別常見，我們來試一試這個題目。A. 企業發展靠團結。B. 企業管理是關鍵。C. 企業可以跨越式發展。D. 企業在成熟期狀態最好。那麼我們可以知道這篇文章是關於企業的，那關於企業的發展和管理有什麼樣的特點呢？我們要去聽一下才能知道。我們現在來聽一下第8題。8. 企業的生命週期可分為發展、成長、成熟、衰退幾個階段。
成熟期是企業生命周期中最為理想的點，在這個點上，企業的自控力和靈活性達到了平衡，企業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該做什麼，以及如何才能達到目的。好，那麼同學們有沒有聽出來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呢？你聽到了團結嗎？聽到了管理嗎？聽到了跨越式發展嗎？還是聽到了成熟期狀態最好呢？同學們，我相信答案是可以做出來的啊。那答案就是应該要選擇 D。但是我們發現他沒有在第一句說他的觀點，也沒有在最後一句說他的觀點，而是他是先說企業的生命周期可以分為4個階段。那4個階段裡邊，成熟期是企業生命周期中最為理想的點，是最好的點。那麼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D。所以我們会發現，在表達一種觀點的時候，它先會有一個開始，要先引起話題，然後再來說觀點，然後再來詳細的說明這個是議論文最常見的一種結構了特別是當我們的議論文的篇幅沒有那麼長的時候，如果文章非常長，那很有可能觀點，然後說明，然後最後總結。但是如果文章的篇幅是5到10句的話呢，那很有可能先是引起話題，然後觀點是什麼，最後簡单的說明或者結論。這種結構是最為常見的，所以這裡點呢，請大家要注意一下這是我們的一個練習，我們議論文的一種練習，這是答案在中間。那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練習，我們一起來試一試。A 應該向前看， B 不打無準備之仗， C 壞習慣很難改變， D 回憶總是美好的那 B、C、D 的話呢，基本上來說還是比較簡單的。那可能就是 A 需要大家理解一下，在中國在文學裡邊向前看，這個其實是有更深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說什麼呢？在你的人生當中你有很多回憶，有很多過去。那實際上呢，你不應該總是想着你的過去，你應該把它們放下來，忘掉它們，然後呢，你应该努力的去考慮未來不要總是想過去，而應該更多的去考慮未來。這個就叫做應該向前看。那麼這樣的有一點點文學的表達方法，在HSK 5級和 HSK 6級是非常非常常見的。我希望呢，同學們在閱讀文章的時候，或者是做題的時候呢，要去多多的學習和積累這樣的詞彙，這樣的說法，因為這樣的說法在考試當中是非常常見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去積累它。那麼我們來聽一下這個文章，這個議論文，我們聽一下觀點到底是哪一個？是應該往前看，還是應該要多做準備？還是說壞習慣很難改變？還是說回憶總是美好的？我們要注意一下，可能答案就在中間。9. 做一個快樂的人，最重要的是記得隨手關上身後的門，學會將過去的失誤、錯誤通通忘記，不沉湎於懊惱、悔恨之中，而要一直向前看。時光一去不復返，明天又是嶄新的一天，不要讓過去的錯誤成為明天的包袱。好，我們聽到了幾乎一樣的句子，所以答案非常簡單，應該要選擇 A 我們前邊聽到的是做一個快樂的人，怎麼樣最重要的是記得隨手關上身後的門，這個也是文学的說法，比較難。他說呢，而要不要怎麼樣，前面說了很多，而要一直向前看后邊也說時光一去不復返，什麼。
都不重要，這一句要一直向前看，這句話是最重要的。那麼我们在文章当中其實聽到了一些類似於要忘記以前、忘記過去，應該看前邊這樣的一些說法，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 還是比較簡單的，對嗎？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篇文章在表達觀點的時候，並沒有直接說出來它是在中間給了你一個非常直接的答案。那麼這樣的文章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這是我們的答案在中間。那麼還有一種情況，我們在聽這個議論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沒有答案，第一句不是，中間也不是，最後也不是。那像這樣的文章也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去整體的去聽這篇文章，然後呢總結出來我們總結出來我們的答案是什麼那這樣的文章也是有的雖然不是非常多，但是也是有的。所以同學們要學會要知道別人給你跟你說了一段話，非常長的一段話，你能不能總結出來他這段話主要想告訴你什麼呢？所以呢，這一點也是對於同學們來說一個比較難的，而且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方法，或者是對於大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你會發現一個人說了很多話，但是他的這些話裡邊其實表達的是一個意思，那麼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你需要去總結一下。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A、B、C、D。A. 傾聽很重要。B. 傾聽有很多種形式。C. 與人交流要主動一些。D. 不要隨便給別人提建議。那麼 A、B、C、D 我們看到的是觀點，所以我們知道文章一定在表達一種觀點。那麼我們看到 A 和 B 都提到了傾聽，所以很有可能答案在 A 或者 B 裡邊有一個是對的。那麼我們來聽一下，而且呢，在這樣的需要總結的這樣的文章裡邊呢，大家還應該注意的是，假如說答案是其中的一個那麼另外幾個一定是不對的，所以在文章裡邊你完全沒有听到那個另外的，比如說 B、C、D 它的那個詞彙呀，或者是意思是完全沒有的，所以你可以用排除的方法也是可以的。那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這個第6題，聽一下是不是 A 和 B 裡邊有一個是對的呢？6. 傾聽不僅僅表明你很尊重對方，同時也告訴對方他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尊重你。除此之外，還表示你在進行思考，因此你給出的答案和建議比起脫口而出的更具說服力。好，那聽完了以後，我們確實聽到了傾聽這個詞，那它是不是介紹了傾聽有很多種形式呢？有很多種形式嗎？我們顯然是沒有聽到的，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 傾聽很重要。那麼我們在這裡看一下這篇文章，那大家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會發現，你完全沒有看到很重要這個詞彙，也沒有聽到，當然，但是答案應該選擇 A， 為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下，他說傾聽不僅僅表明你很尊重對方，同時也告訴對方他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尊重你。除此之外，還表示你在進行思考，因此你給出的答案和建議比起脫口而出的更具有說服力。他說的不是傾聽的形式他說的是傾聽表明你尊重對方，同時告訴對方應該尊重你，而且表示你在思考。所以傾聽有這麼多的好處，有這麼多的可以表明，可以告訴，可以表示，那這是傾聽的意義和傾聽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出來，答案應該要選擇 A， 傾聽很重要。那麼如果同學們覺得
這篇文章我不能夠判斷它的答案是 A， 那你可以試一試。我們听到了很多傾聽這個詞彙，所以 B 和 C 一定不對。那麼C 和 D 一定不对。那麼 B 裡邊說傾聽有很多種形式，我們也沒有看到形式，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所以你反過來去選擇也是可以的這個是我們需要總結的一種文章議論文裡邊這裡邊有，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1、2、3、4、5大概5句話。那麼這5句話雖然不太長，但它其實都是有一個核心的意義，但是它沒有直接告訴你，所以需要你去想一想總結一下。那麼這種总結的能力，希望大家一定要練習一下。好，那這是我們的这个議論文的我們現在呢介紹了幾種情況。我們介紹了在做議論文的題目的時候呢，第一，我們通過看 A、B、C、D 可以猜出來這篇文章一定在說一種觀點。那麼第二呢，我們也告訴大家了，在做題目的時候，寫議論文的方法有的時候在第一句，有的時候在最後一句，但是在6級聽力裡邊，在中間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而且我們也說了，如果沒有直接聽到答案，那就需要你去總結，而且你可以用排除的方法，哪些是不對的，那麼剩下的就是對的了。好，這是我們的議論文。那麼我們在後邊呢，關於議論文，我們還會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方法，我們一會兒呢一起再來學習。那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